李长寿多向前送了5里，对林和说明渡劫之处，道一句：“去吧。”师兄，稳。灵娥轻轻颔首，左手向前为引，身形飘然而起，裙摆飘摇，长发飘舞，宛若画壁上飞天而去的仙子，自行飞抵这处满是渡劫痕迹的荒山。头顶雷声响动，灵娥抬头看去，却见漫天的黑云已经开始旋转。对了，小师叔呢？正此时，侧旁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锣打鼓的响动。灵娥扭头看去，却见几里之外一朵云上，九九穿着短衫，系着头绳，挥动鼓锥，用力擂鼓。熊灵力站在一旁，拿着铜锣不断地敲打，两个人齐声呼喊：灵娥必胜，渡劫成仙。有秦玄雅站在两个人的身后，右腿蜷起，左脚脚尖遥遥指向大地，身着火红长裙，美得不可方物。她那双柔蹄并着秀气的剑指，御使着16支旗杆，那些大旗上赫然也写着灵娥必胜，渡劫成仙等话语。灵娥禁不住一手扶额，莫名感觉有些小羞耻。莫要分心，李长寿传声赶来。灵娥顿时打起精神，在宝囊中拿起了一件件法宝法器，推到了自己身周100丈之外，用法力包裹，随时取用。法爷鸟笼等小琼峰特产渡劫法器3类，共9件，较为罕见的可渡劫时用以守护元神的法宝6件，半数为上品仙宝，用以快速聚拢灵气恢复自身法力的法宝4件，防备被偷袭自触发式微型阵击12座，增加雷劫抵抗的2品灵丹2瓶，药性持续散发可不断治愈自身伤势的4品灵丹6瓶，持续散发药力加速仙力恢复的3品灵丹3瓶，修复元神创伤类丹药1瓶，快速修复道基创伤类丹药3颗，等等等等。10里之外，山门方向，目睹这一幕的渡仙门众仙此时目光颇为复杂。江灵儿低声嘀咕：咱们小琼峰什么时候这么富裕了？这阵仗别说成仙劫，说是渡金仙劫也有人信。齐元老道一阵轻笑，目中满是安慰。几声咳嗽声传来，一道修长的身影从天而降，落在几个人面前，淡定地负手而立。来的自然是渡仙门掌门季无忧。季无忧笑道：哈哈，这些都是贫道赐下的。灵娥是咱们渡仙门1000年难得一遇的修道奇才，贫道对他多关照了些，情理之中嘛。渡仙门众仙顿时面露恍然，季无忧则是笑眯了眼。看这阵仗，大法师前辈的儿媳是板上钉钉了，稍后若是渡劫时出事，贫道便是回几件法宝，也要助他平稳过关才是。正此时，已开始出现雷景漩涡的劫云突然一停，又是一股股灵气从四面八方开始汇聚，而原本已经定型的劫云竟然又开始增长了。见此状，李长寿心底毫无异样。刚才出现的天劫是灵娥原本资质应该承受的天劫，而此时天劫之力开始增加，是因为灵娥如今的道基引动。李长寿的心底快速推算，成功率还是98%。啊！李长寿心生感应，抬头看去，却见一朵灰云突然自劫云中飞了出来，正正地停在了他的头顶。为什么？渡仙门东3000里，山林中躲躲藏藏不断前行的那道身影突然就停了下来。那是一只黑豹，背上驮着一位妙龄少女。黑豹最近觉醒了前世的部分记忆，带着夫人赶去南赡部洲边缘的一处山林，搜寻他上辈子被人称作元泽道长时曾埋下的部分珍宝。
此刻他看向东面，隐隐看到了一朵劫云，劫云之上宛若出现了一群仙子起舞的画面。竟然是成仙劫中排名第3的九天素灵劫。黑豹猛吸了一口凉气，那个少女忙道：简单说，莫要长篇大论。斗不过啊，这种大劫肯定斗不过。天劫怎么劈叉了？九羽狮那带着几分怯弱的声音响起。因为天劫出现异变而安静下来的渡仙门众仙顿时回过神来，那一朵小小的灰云已经飞到了李长寿头顶。这灰云看似普通，但是只要炼气师试图以仙识探查，都会感受到一股凌冽、强大又晦涩难明的道韵。天罚！江灵儿最先反应了过来。灵娥渡劫，怎么会有天罚去找长寿？一时激起千层浪，原本躲在护山大阵内或是在山门之外的众多渡仙门炼气士此时议论纷纷。天罚这般传说的存在令他们感觉十分的稀奇。人族此时气运昌隆，为天地主角，受天道庇护，遭受天罚的可能性本就是十分微弱。今日小琼峰仙苗灵娥渡劫，却有天罚直接找上了小琼峰原仙李长寿，这对师兄妹之间的关系多多少少让人有些捉摸不透。空虚掌门季无忧负手而立，沉吟几声，想开口为李长寿解释几句，但是他实在编不下去了。可是不管如何，季无忧都不能让李长寿出事。此刻朗声喊道：长寿，此乃天罚，我来助你。掌门请不必担心。李长寿转身做了一个道揖，如此答了一声。没办法，此时自己遭受的天罚强度，掌门可是万万承受不来的。但现在首先的问题是，论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度过天罚，且不会暴露自己太多底牌。当这个命题摆在李长寿面前时，他本身是拒绝的。但是天道老爷至公无私，按规矩办事，不会跟他讨价还价。那几乎能够毁灭一切的天罚神雷在空中酝酿，天威牢牢锁定在他的身上。确认过眼神，是拒绝不了的雷。可是这次为什么呢？也得给他个理由吧。记得那是在成仙劫第一次与天罚碰面，当时的天罚很青涩，来得快去得快。那次因为自己蒙蔽天机，李长寿认了。金仙劫12道天罚轮着劈，这个主要是因为自己斩道9次，晃了天劫9次，李长寿也认了。创造金仙境的指导人，9道天罚一阵乱劈。李长寿后来也想明白了，有可能是在警告自己，别去搞什么一颗金丹吞入腹的修道体系，所以李长寿勉强也是接受了。但是今天，唯独今天，他在天道认可的前提之下，总结前人渡劫的经验，利用太清丹道帮师妹做了一点点万全的渡劫准备罢了。凭什么挨批呀？为什么被罚呀？怎么就……哎，且慢！李长寿眨眨眼，突然看向了灵娥。此时，灵娥也在看向这边，她的眼底满是错愕和紧张。而在灵娥的身后，一本书册的虚影缓缓漂浮，已经是越发的凝实了，其上的文字越发清晰。莫非是因为这个？李长寿的嘴角抖了几下，很快又认了。灰云之上，天罚之力即将斩落，后方众渡仙门众仙以及渡劫的灵娥此时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扛吧。还好因为被天罚劈的次数多了，李长寿已经建立起了野外遭遇天罚紧急应对举措，再面对天罚，心底也多了几分底气。久病成医，今日之李长寿已是能够区分天罚是惩戒性天罚还是灭杀式天罚。自己承受的天罚自然都是惩戒类，不然人早就没了。
根据天罚之力的波动频率，灰云蕴含的天罚之力总量来进行判断，这次应该也是这般。天罚不等人，此时酝酿的差不多了，已经是要落下。李长寿左袖口张开，突然飞出了一颗血红色的宝石，这宝石朝着远处激射而去，转眼飞出了数百里。那片灰云无声无息地消失不见，再次出现时，刚好是在那颗宝石的正上方，落下了一道水桶粗细的紫红神雷。天地失色，风静云止，那颗宝石直接砸入下方山川，那座大山轰然崩碎。杜仙门众仙齐齐变了面色，还好门内喜欢吸凉气者不多，那不然场面定然是十分的壮观。灵娥想到了什么，满是紧张地注视着数百里外那崩碎的高山，却是连自己的天劫都有些顾不上了。师兄，专心渡劫。李长寿的传声再次钻入他耳中，依然十分的淡定。灵娥下意识地看向了身后5里处师兄的背影，此地站着的自然是李长寿的指导人，刚才被扔出去的就是李长寿本体施展化形术后躲藏的小河，把自己的本体躲藏在指导人身上，而后指导人外出为自己师妹加油助威，这也相当于是本体亲自前来。罢，刚挨了一记天罚的李长寿继续传声，不必担心，这般天罚我已经扛过不少次，你快些成仙就是。灵娥赶紧答应一声，随之便一阵感动。虽然不知道具体为什么，但师兄都是为了我。灵娥头顶道道雷般闪耀，那百里之境的巨大劫云缓缓压下，千里范围内的灵气迅速的沸腾，一池湛蓝色神雷自劫云中如珠帘似瀑布，直接落于灵娥的头顶。灵娥面容肃穆，背后那书册之影越发的清晰，她纤手弄云，快若幻影，根据雷劫之力调运了足够的法力，凝成了3道法力屏障，挡在自身头顶。雷光落下，阴暗的天地被照得透亮，也将渡仙门众仙的注意力拉了回来。齐元老道失声道：啊，这是灵娥第1道雷劫。九雷天劫，是传闻中的九雷天劫。我渡仙门莫非又要出一位金仙？但凡能度过9重天劫的，那都是长生之资。我徒孙有金仙之资呀。与此同时，远在1500里之外，第2道紫红色的神雷砸落。不过能看到这道天罚神雷的，已只有天仙境之上的仙人。李长寿躲藏在地底，一边硬扛天罚，一边关注着灵娥的天劫，顺便还将仙识尽数地向远处扩散开来，提防天罚以来什么高手对自己造成哪般威胁。师妹这天劫渡的，他这个做师兄的也当真是累。渡仙门山门处，灵娥硬扛第1道天劫之后安然无恙，道区已经有了第1缕仙灵气息。而他按照师兄所叮嘱的那般，将这一缕仙灵气息纳入体内，直接护在心脉周遭，迅速将其融入法力之中。成仙劫总体较为急促，毕竟以后天生灵成仙对天地而言算不上什么大事。第2道、第3道天劫接连落下，每次都是雷池倾覆，天雷如瀑。灵娥应对自如，且早早地吞下了持续恢复自身法力的丹药，保持法力充盈。师兄给他这么多灵丹，并不是让他省着过日子的，该用就用，成仙才是一切的开始，一切的基础。而此时某个小琼峰弟子已经是遁出了3000多里，默默地迎接第3道天罚。山门前，掌门季无忧飞到李长寿的指导人身旁，传声问道：长寿，你没事吧？啊？李长寿虽然心在滴血，身在剧痛，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了一个道医，传声回道：
谢掌门关爱，弟子无事。只不过可否请掌门帮弟子遮掩一下天罚之事？因为一些不能开口的原因，弟子不能暴露人教之内的其他身份，还请掌门成全。姬无忧不由露出几分会心的微笑，温声道：你尽管放心，贫道都明白的。说吧，如何配合你？李长寿不动声色地传声言说几句，说话时还扛了第4道天罚，指道人都忍不住哆嗦了一下。伤是没多大伤，但疼是真的疼啊！稍顷，姬无忧咳了2声，淡定的嗓音传遍各处：长寿啊，贫道给你那块无足血魄宝石，是让你琢磨阵法之道。今日那血魄石惹来天罚，还自行飞走，你该当何罪？李长寿连忙低头认错：弟子请掌门责罚。罚你停月共30年，待你师妹渡劫之后，在小琼峰闭关30年。你可服气？弟子弄丢宝物，甘愿领罚。当下姬无忧点点头，继续站在李长寿身前，注视着荒山上渡劫的灵娥。而李长寿此时也松了一口气，本体看脸灰云，灰云似乎也在中场休息。还好这次天罚并不算太狠，扛了4道天罚，李长寿受伤不算太重，此时也终于有机会能够补上那一句：弟子甘愿领受责罚，谢天大老爷百忙之中赶来训诫。心里顿时安稳了许多。随之李长寿低头看脸浑身焦黑的道躯，用仙力将自身伤势封住，抬手吞下一把丹药，施起风遁，身形赶去100里之外，继续承接天罚。第5道天罚姗姗雷池，威力与前4道相差不多，李长寿硬扛了下来，迅速为自己疗伤的同时，还不忘观察师妹那边的动静。